提醒你啊，看好你老公，那年轻有为、帅气多金。我跟你说，这样的男的，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小姑娘盯着呢。你怎么来了，薇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林双，这是我们公司的 CFO 薇姐。你好，你好，魏明和我家果果都很喜欢吃这家店的芝士蛋糕，我正好路过，带几块回去。你应该给我发个信息，下班我带过去不就完了？那不打扰，你们聊。芝士蛋糕，谢谢。嫂子，你也来这家店吃饭啊？我买几块蛋糕。哦，推荐您尝尝他们家的咖啡，特别好喝。您请我们喝咖啡，还得麻烦您亲自给我们送上来。别客气，举手之劳。魏总夫人请大家喝咖啡。哎，您好，给，谢谢，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谢谢。这边。小伙伴们，魏总夫人请大家喝咖啡喽！哇，感谢魏总，好有气质。谢谢。魏总，您夫人请的。辛苦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哦呦，某陈某啊，给你们10分钟喝咖啡的时间啊。谢谢魏总。去办理入住，然后我们上面还有您好，你好，我想办一下续住。您的房间号是？不好意思啊，我记不住了。昨天是我先生办理的入住，他叫魏明，身份证号是30115。您今天还是2位续住吗？麻烦您出示一下房卡。
我以为，不管人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只要一腔孤勇，拼尽全力，终究能寻得理想家园。没有人告诉我，自从我决定退守家庭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仿佛折翼的大雁，被困于泥沼之中，再也无法自由地去爱蓝天。您好，您好，您是第一次来吧？啊，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给您介绍一下。这边请。大家放松一下，今天感觉怎么样？肩膀有没有舒服很多？你想干嘛呀？你想离婚呢？不行啊，绝对不行！你这时候必须要沉住气。你小三儿嘛，那想办法私底下把它解决了，不要意气用事，日子还得过呢。犯错的是男人，为什么让女人隐忍呢？是，我知道，这确实是不公平。男人出轨，这就跟吃一苍蝇一样，你说你把它吞了。这个掉了，来，爸爸给你穿上。果果，我这是提给果果。看见你，来，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您收好了。谢谢。哦，对了，还有本周的课，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您看一下，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哦，您说的是江喜是吧？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你在方舟上班啊？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这么巧，我老公是魏明，我是他的妻子林双。哎，你好，您的快递。啊，哎，谢谢啊。哎，没事。
喂。礼服还满意吗？礼服的样式很棒，就是稍微有点风尘。不过难为你了，因为毕竟你没什么参加这种场合的机会。另外，裙摆稍微有点长啊。难为魏明，还抱着我走了一段。哎，你不是顾许吗？啊，顾总，哎，土柳的顾许啊？对啊，待会儿给我介绍。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给你介绍，李总。你好，顾总。哎，你好，久闻大名啊！怎么，你又在测试什么东西呢？我在手表上更新了一个算法，正在用自己的运动数据进行测试。哦，这专家可不是盖的。顾许，真是你啊！我，魏明，林双的老公，你江大的同学。一起喝一杯吧。不了不了，我不太喝酒，测试还没做完呢，你们聊啊。哦，那改天约啊。哎，好。好。我曾经笃定地以为，我不会像绝大多数的家庭主妇一样，在西西弗斯式的付出中失去自我。蓦然回首，却惊觉自己早就失去了昔日的敏锐，日复一日地变得麻木。到底是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弄丢了我自己？林双，感谢你来到我身边，成为我一生的挚爱。人一辈子陪伴一个人，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可那个人偏偏是你，我觉得一生怎么能够呢？我想将我的一生都交给你，你愿意接下来的余生和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你愿意成为我挚爱的妻子吗？我不愿意。遇见的他呀，那么深刻，他擦干了泪痕，却转瞬又褪色。生命中看似亲近的人，请别用怜惜目光心疼。爱上的眼神，透着一种坚韧。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呀？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这个看起来也就40、50分，确实有点小。这目测看品质也应该不算好。那个时候刚毕业就结婚了，事业刚起步，没什么钱。这是你结婚戒指呀？婚姻都不要了，我还要戒指干什么？不如换点钱，唠个开心。资助贫困山区女童了，春苗计划，大家来看一看吧。哎，来看一看吧，帮助贫困山区女童，这个很好看的，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帮我写在这儿就行。啊，对，写在这儿。好，谢谢，那我拿走了。好，随便看一看吧，春苗计划，这个挺好看的，看看那个也可以。资助贫困山区女童，春苗计划，大家来看一看吧。资助贫困山区女童，春苗计划，大家来看一看吧。母亲，哎，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啊？既然决定了，那就说说你的诉求吧。孩子的抚养权，财产方面该属于我的，一分不让。目前已知的信息，对你是很不利的。那孩子呢？孩子抚养权呢？考虑孩子抚养权的原则是看谁对孩子的成长条件更有利，而出轨并不是法律认定几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魏明能够证明他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其实，现在根据你的情况，你已经有4、5年没有收入了，孩子判给男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我跟他摊牌，我们坐下来谈判。谈判是要看彼此手中都握着怎么样的牌。那我没有牌啊。那难道说他出轨，然后最后净身出户的是我？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呀。所以这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意义嘛。我建议你先按兵不动。第一，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一份工作，来证明你有足够的收入可以抚养孩子。第二，摸清楚你先生的财务状况，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证据。第三，搜集他出轨和转移婚恋财产的证据，证明他才是婚姻破裂的过错方，这样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据优势。离婚是一场心理和技术的较量，你不要过分的惧怕对方，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中午有空吗？咱们见个面，聊聊魏民。行，时间地点你定。您的咖啡。被吓到了。其实，你之前说的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结果无非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那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想离婚，但前提是，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
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根本没有胜算。更何况，魏明已经留了后手，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转移婚后财产。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我也没有办法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钱，我之前可以不计较，但现在为了孩子，我必须要计较。那你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从魏明手里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财产，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咱们可以互惠互利。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有你的一份。你到底想没想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出局。即便是我出局，你也入不了局。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还有一点，你戴的手链、背的包，都是2手的。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最爱面子了。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还不至于买旧的。关你什么事啊？江西，你缺钱，你别介意啊。我针对的人是魏明，不是你。我已经不爱魏明了，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不要把彼此推到对立面上。最重要的是，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我的这个提议，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用着急给我回复。我还要去接孩子，下次再聊。你就不怕我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魏明吗？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可能来找你。咱们3个的关系总结起来很简单：魏明劈腿搞婚外情，你插足破坏我的婚姻，而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都看完了吧？走吧，我请你去吃法餐。什么啊？你要再不走的话，我走了啊。
明，林双，狗男人！老婆，我现在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咱们这件事情就此翻篇，行不行？你就不问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不是看展来的吗？不是，隔壁有一个冰球俱乐部，有全江州最好的俄罗斯外教，我来看看。明白。这果果不是要学冰球吗？我把学费交给他，我挣钱不就给你和孩子们花了吗？转完了，回家吧。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可是你要为了孩子的以后和抚养权考虑，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夺回对方隐匿的财产。记住，这些财产本该就是属于你的。我第一次扇人巴掌，没什么经验，下手重了一点，抱歉啊。没关系，这点力道不算什么。这是答应给你的提成。行，那我们两个两清了。你想不想知道，魏明在我面前是怎么说你的？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之前跟我联系了好几次，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我来，我就想当面问他到底找我什么事儿。一来刚见面，主动就贴上来了，正巧就被你看到了。我没兴趣。这件事情，下不为例。以后，我不去找你的麻烦，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我们各凭本事，互不相欠。话别说太满了。好吧，随你怎么说。林双，顾许，好巧啊！巧什么巧？为什么不接电话？哦，刚刚这电话是你打的，我不知道啊。你找我有事吗？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这个女儿是怎么当的？你爸爸骨折住院了，你知道吗？谢谢啊，谢谢护士。爸，双双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医生怎么说的？哎呀，放心吧，没什么事儿，轻微骨折，打2个钢钉，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是我告诉他的。林老师，这事林双早晚都会知道，你就不应该瞒着他。嗨，林老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下来，把脚给摔骨折了。有这种事儿，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反倒麻烦人家。哎呀，双双没那么严重。你说你天天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呢，还得带着果果，你那2个要命的公公婆婆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儿出来，够烦了。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啊，没大事儿，放心吧。谁呀？快接吧，快接吧，万一有正经事儿呢？接一下。啊。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胃镜，你就把他扔下不管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吧？妈在电话那边都哭成泪人了，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喂，说话呀！我爸骨折住院了，我现在在住院部，
我以为回国了，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还一心想着要怎么跟你在专业上较量一番。林双，你太让人失望了。这些年，你究竟在干什么？不光女儿孝顺，连学生都这么贴心。是呀，我们顾许啊还很优秀呢，年纪轻轻的就当了 CEO 了，还上福布斯榜呢。爸，怎么样？贝明来了，还疼吗？还好，没什么事儿。你出这么大事儿也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和林双，还是林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告诉你有用吗？林双还要照顾你的父母呢，能有时间吗？嗨，没事没事，这不顾许在呢吗？他得呀，啊。顾许，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我们家的事儿麻烦你了。不麻烦。高中的时候啊，多亏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我才能顺利考上大学。有这份恩情在，我孝顺老师跟师母都是应该的。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肯定不一样。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不走了，决定留在国内了。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早就卖掉了，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不用再为钱操心了，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哎，这一点啊，我还是支持顾许的。这年轻人啊，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出来，不能总向前看，是不是？林老师，哎，这么拿着方便点啊。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混不下去了吧？顾许，谢谢。他在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声。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我好心里有个准备。不然你听他说那话，你不觉得特别的虚伪吗？啊？谁不想财务自由？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削那苹果，给爸一块，给妈一块，你让医院里的人还以为他是你老公呢。果果，怎么了？嫂子，我看看吧。是痒痒吗？衣服？都说啊，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魏总，有福气啊！是我运气好，找到一位好太太。哎，魏总，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今天穿的挺漂亮啊，啊？他也是你们部门的。对。他怎么现在才来呢？不知道，魏总已经提前知会他，让他别来了。都说了是家属团建，他怎么这么不识趣啊？是魏总不让他来的。魏总说江喜来了好，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团建就应该一起嘛。一个部门的同事。你饿了吧？我带你去吃点东西。我不饿。魏总太太，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喜欢别人叫我林双，你怎么称呼啊？我叫江喜，有的时候同事们也会叫我的英文名卡米莉亚。卡米莉亚。是山茶花的意思吧？哎，
我好像记得你以前说过很喜欢这个名字。说过吗？你记错了吧？可能吧。还没睡呢。果果睡了吧？去哪儿了？我出去了一下，解决点事情。解决你跟江喜的事情。老婆，我们两个之前是有点暧昧，我刚才就跟他说清楚，以后除了工作，不再有任何关系。对不起，上次艺术展我骗了你，我不应该跟你说我和他是不熟的朋友。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们两个这次是真的断了。你的话我还能相信吗？我看，我还是直接问问另外一位当事人。你不是要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吗？别墅没买成，我把那50万转给你。这么大方。为了果果，一切都是值得的。哎呦，我想你啊！他做饭了吗？饿死了啊！能少了你吃的？哎，给你们买的水果记得吃啊！别放着放着又放坏。哎，以后别买东西来了，想吃我们自己会买的啊！哎，顾雪啊！哎，双双来了。哎，你来啦？哎，还不是你爸非要跟顾许下棋，这不刚下了2盘，就说累了，自己先去休息了，把人家撇在这儿。什么味儿啊？妈，你锅里做什么呢？变我的鱼。你会下棋吗？会啊。怎么称呼您？我叫小苹果。哦，我叫顾许。荣幸。你好。要不下一盘？该你啦。你还会玩别的吗？叔叔，你是不是认识妈妈很久了？是啊。你怎么知道？外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和妈妈小时候的。外公说你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叔叔。叔叔，妈妈在成为我妈妈之前是什么样的呀？以前的林霜啊，固执又倔强，考试永远全班第1，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你妈妈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比叔叔还优秀吗？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啊，她就一直是我想要超越的目标。果果，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快吃吧。吃大螃蟹啦！洗手啊！走啊，吃饭。小苹果自来熟吧？他心也大，你不用说那些违心的话都能开心的。你为什么觉得我说的是违心的话呢？从认识你开始，我就把你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以前的林霜，的确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是你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分。曾经的我，不管付出几倍的努力，都永远无法超越你。可惜啊，自从你感情用事放弃了事业，那个优秀的女生就消失了。在竞争 VP 的关键档口爆出冯凯的黑料，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到底想说什么？这个爆料人，他除了向媒体曝光冯凯和公关公司的交易录音，还公开了冯凯拷贝用户数据的后台交易记录。在方舟，有这个权限的人屈指可数吧？魏明就是其中之一。这件事情一定是魏明在捣鬼。江喜，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找到魏明向媒体爆料的证据。我知道，这次合作跟以往不一样，你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只要我抓住了魏明的这个把柄，我就有信心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到时候我们俩的约定仍然有效。我拿到的每一笔钱都有你20%的提成，更何况，我离开魏明，不也是你想看到的吗？我是想让你们两个离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一旦找到了证据，爆料魏明就是出卖公司利益的爆料者，他的事业、他的前途全都毁了。他毕竟是小苹果的爸爸，你需要这么狠心？我要证据，不是为了爆料，而是要作为离婚的筹码。同样的，这也可以成为你保障自身利益的底牌啊。你说，你需要我怎么做？首先，你要通过魏明的账号登录公司后台。他设置密码有一个习惯，通常是他的名字缩写，然后加上某一个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日子。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别着急，你再多试几次。我已经试了你和他的结婚纪念日，还有小苹果的生日，到底要试几次才能成功啊？你以为这买彩票呢？你试一下0927。成功了。这是魏明当上方舟产品总监，走上人生巅峰的日子。我们都高估了在他心里的分量。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先打开日志，那里面应该有魏明这段时间的查看记录和截图记录。你找一下有没有跟冯凯或者用户相关的信息。找到了，他的截图果然和爆料者一致，原来他就是那个爆料者。你赶紧把这个截图记录下载下来，然后尽快退出系统。好的。新的业务方案什么时候能整理好？大家跟着你来来回回讨论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有个结论？魏总还等着汇报呢。行了，我知道了，我下班之前一定给你。你最好说到做到。要是耽误我们的进度，我一定会如实告诉魏总的。好的。妈妈，今天教练又夸我进步啦。妈妈看到了，果果真棒。洋洋，拜拜，果果再见，拜拜。喂，喂，你好，请问是林双吗？我是啊，哪位？我是磐石的朱小晴，
打电话是通知你已经通过了磐石研究院助理的初试，请于今天下午5点前来公司进行复试。我看到你落下的资料，虽然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很符合我们磐石不拘一格对人才的筛选。于是我就把你的简历给了我们领导，也就是人事部的总监，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谢谢你，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也帮你一个忙，就算是报恩吧。哎，对了，这次面试新上任的 CEO 也在，要好好表现。会议室在那边。林爽是吧？啊，坐吧。好的。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盒，在暗箱里操作，可解释性不大，你怎么看？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算法行业日新月异，4年的职业空白不是说填补就能填补得了的。抱歉了，像你这种轻易的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不适合我们磐石。下一个。还有啊，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拥有好的家庭、好的天分、好的机会，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而你，就是这种人。证据呢？毁了，毁了。证据我毁了，所有的后台数据我也清空了。你不要想利用我再对付魏明。昨天你跟魏明在一起呢。江喜啊，我知道你蠢，我没想到你蠢到这个地步。他向你示好了？你就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向你示好有什么目的吗？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他怕你把证据泄露出去才这么做的。你在他手底下这么多年，魏明见风使舵、背信弃义的手段，你不是没见过呀？你，我当初答应你的提议，只是想要看看我在魏明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很满意。有多少分量？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哎呦，姐，一起吃个早饭呗。林女士吗？您的快递。好，谢谢啊。啊。喂，小晴。哎，林双，听课证收到了吧？我刚收到啊。是你寄的呀？是呀。哎，你听我讲啊，这磐石一线技术人员，他每周都有2天在江州大学进行公开授课。你呢，就拿着这个听课证去旁听。课表我一会儿发你啊。小晴，我就帮了你个小忙，结果你帮我这么多，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哎，这有什么好谢的？我就是觉得吧，咱们都是女人，而且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对了，这次听课的机会非常重要，你可千万别错过啊！嗯，好，谢谢你啊。同学们好。好，同学们好。今天我想跟同学们探讨的主题是，如何基于彩票假设构建轻量化模型，
以及落地应用到小型设备。比如平板、手机、手表、耳机等 IoT 设备，让这些小型设备也可以轻松的使用。那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来嘛，林少，果果不见了。果果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林爽，上车。你快看妈妈，去。果果，哎呦，你没事吧？啊，去哪儿了？你吓死妈妈了！我看她手上没有。是漂亮阿姨送我回来的。哦，我刚才看见小苹果一个人在公园门口，我就把她带过来了。谢谢你啊。哎，同学，是你们的球吗？不是的，可能是那边的。同学，你没事吧？那谁呀？没事吧？同学，你没事吧？哎呀，我有事儿。我是基科3班的魏明，要真有事的话，我带你去趟校医室。你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捂着耳朵看着我，我就在想，我怎么遇见了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也只有在那个年纪，我才有勇气靠近你，追求你。为了你，我自己变得更好。都来了。开了吗？嫂子，今年正好是我们结婚10周年，我希望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老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很穷，没有能力给你买大钻戒。可是这些年过去了，我有能力了，我要把亏欠你的，统统给你补回来。老婆，我感谢你这10年来包容我的缺点，感谢你为了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感谢你把我变成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10年是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起点，就像你说的一样，现在正好。啊！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10年前的那个篮球，是你设计的吧？主意到底行不行啊？行，砸，必须砸！来，记住我跟你说的啊。篮球是假的，爱那些是真的。你笑什么？你有那么重要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做贼心虚，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所以才做了这么一出戏安抚人心。当然了，也在他的同事面前立立他好男人的人设。还有啊，要不是因为果果的抚养权，我根本就没有耐心陪他演戏。现在这种肮脏的生活，我1分钟都不想要。你不用在这拐着弯的奚落我。戴着大钻戒的是你，躺在魏明旁边秀恩爱的也是你，1分钟都不想过的生活，却是我求之不得的终点。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你凭什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你清高的让我觉得你恶心。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你站住！你不要醒，我要赢。你干嘛？接我车被堵在半路了，我赶时间，你顺路送我回趟磐石。麻烦了。不是你这人，谁规定顺路我就得送你回去啊？来，我给你看看。看，我已经接了别人的顺风车了，我现在取消是要被投诉的，请你下车。你现在面临的只有2个选择：第一，咱俩就在这耗着，你接不了订单，我接下来的会议也会被耽误；第二，你取消订单，送我去磐石，车价我照付，咱们俩皆大欢喜。你讲不讲道理呀？你下车。哎，我只能给你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如果实验数据达不到预期的话，那么整个项目取消止损，所有的资源撤回，项目组原地解散。对，就这样。对，这些都是今天会议上要讨论的议题。是，你全部都打印出来啊！我一到公司就要看到。既然对方有诚意合作的话，我们是可以考虑的。没有永远的敌人，在适当的时候，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的。哎，司机师傅，不好意思，麻烦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啊，谢谢。司机师傅。不好意思，司机师傅技术不太好。喂，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司机是开战斗机出身的。对，司机里的战斗机。我猜你一直没有存我的电话号码吧？为了能顺利收到车费，我劝你还是赶紧加上我的微信。干嘛又回来了？最近业内有个传闻，说是方舟的市场部总监泄露用户数据的事情，是他们自己人捅出去的。这事情既然已经能传到我的耳朵里，想必方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此时应该正在排查内鬼呢。哦，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就算我都是吧，我看不惯有的人一边在朋友圈搞着秀恩爱，一边又私下搞小动作。来杯水，谢谢。好的，请稍等。你好，您的水。谢谢。林霜，对不起，我应该早就听你的话。他是一个口蜜腹剑、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这些全部都是假的。什么好好先生，什么顾家好男人，这些都是他演的。他就是在欺骗别人的感情。可是我没有证据，谁会相信我？你说的对，要是真的闹起来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业内出名，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至于魏明，他不会有任何损失。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之前不是你找我说要跟我一起对付他吗？魏明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但不是现在，更不值得拿我们的人生来交换。早晚有一天，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相信我，世界上没有捷径，无论爱情还是生活，只有靠自己，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其实这件事情最难过的，不是魏明的出轨带给我的伤害，而是我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带来的挫败感。想不通，这么大一场败仗，我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我之前也纠结过，也妥协过，也自我催眠过，但还是输。我一个连试卷都不愿意做错的人，婚姻的失败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红叉，把我的人生全给否定。你别这么想，你离开那个人渣，以后你的生活一定都会顺顺利利的。你呢？打算怎么办？真像他们说的一样，拿安家3走人吗？我不走，要走也不是我走，我还要继续留在方舟，这是我努力争取的工作。再一来，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失业。放心吧，因为你的鼓励，我一定会振作的。你答应我的约定，也不要忘了。我怀疑林霜没错吧？啊，你看，
这什么呀？酒店消费的住宿费，我早就说他在外边七搞八搞的。哎，这说不定是明明的呢。怎么可能是明明的？就在洗衣房找到的。明明也不洗衣服，那肯定是他的呀。哎，玄子，把他看住了，别让他跑了啊！我把歌唱完。哎呀，全班的骄傲，给我喝一个吧。酒量不好。来，不喝看不起人啊。哎，咱们班人还没到齐吧？咱们班就这样，哪回人都没齐过。您说呢？你千年老二，你这心结还没过去呢。他应该在家看孩子呢吧？我们组织好多次了，每回他都不露面。来，哎，我亲爱的顾总，来，拿着呀。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我没看见群里发信息。顾总，我真服你了，说好了同学聚会合作，现在过来吧，同学情谊太……大家都到了。不过去了，干忙一天了。缺席就应该提前告知，以便提高大家的时间利用效率。既然你这么闲，帮我解答个问题。我们先过去跟那个聊一下呀，告诉他一声，咱们一起去。你把第7行的条件函数去掉，把第4行的参数和第8行的参数对调一下试试。那再帮忙看看这个，谢谢。干嘛呀？林双，你今天要实话实说。说什么？你一天到晚心思都在外边，是不是在外边搞7搞8？我有没有胡搞？你们问问自己儿子不就知道了吗？喏，你今天就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怎么了？哎呦，你来的正好，来的正好。你看一看，你看看，让你老婆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家呢，家风一向是清清白白、本本分分的啊。3000多元啊，3000多元的酒店消费，你消费了什么？哎妈，这小票是我的，这是我上次出差酒店的房费。这好像是本市的。那就是他们前台肯定搞错了，商务宴请的餐费和房费搞混了。方舟商务宴请什么时候标准这么高？重要的客户可以特殊申请。行了吧，回去吧。哦，我想起来了，这几天你确实是在外地出差的。妈爸，来，你们搞错了，哎呀，误会，我们2口子好着呢，你去吧，你别小票嘛，能有什么事儿？走。哎，误会给我。误会在哪儿了？酒店嘛，业务那么多，来来回回的房费、餐费，他们肯定是财务搞混了。你说到财务，那个我今天去趟银行，你上次说那理财还真挺不错的。我觉得以后咱们家这些钱还得多听听你的建议。可以呀，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银行做理财专员的，最近想做点业绩，让我帮忙。我看了，
有几个产品挺合适的，利率不错。那正好，我年底的工资加上奖金，扣去咱们家的家用，拼拼凑凑的，差不多50吧。哎，大兴，小吴看见了吗？小吴啊，那边。谢谢啊。啊。哎，行，行，忙着啊。哎，小吴，啊，一会儿帮姐个事情。这个作业是谁的？顾总，是我的。这份程序的鲁棒性不错，对异常处理考虑的较为周全，系统运行稳定程度高，但遗憾的是，通过率不够。在我们给你的预值下，通过率只达到了96.5%，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的通过率已经达到了95%。这次优化训练，我对你们的期待是98%以上。顾总，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我也考虑过，不过在充分的考虑了可行性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之后，我选择了现在这个方案。这次训练的工程背景是交通安防领域，在考虑到火车站、机场等地方人流量大，需要运用程序很快的做出反应，以防遗漏。在不大幅提高工程预算的前提下呢，硬件算力有限，因此我认为在保证了一定的识别率后，应优先确保识别速度。用户只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抢到存量有限的车票，谁会在意你产品背后的技术逻辑是不是完美？可是顾许啊，你这个人呢，就是略微有一点死板，一味的沉迷于技术，完全忽略了用户最基本的需求。那按照你的说法，那完美的技术就没有意义了吗？完美的技术当然有意义了，它可以用来写论文、做研究，也可以给先进的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对于科学家而言，技术可以是一篇论文，一项 Kaggle 竞赛的冠军，也可以是一个重要数值的突破。但对于商务策来说，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实用。如果它无法融入行业，变成切切实实的产品，那么客户与合作伙伴就会拒绝买单。算法必须要考虑落地问题，企业从技术切入没问题，但必须要和应用场景很好的结合起来。空谈技术就像是闭门造车，肯定会失败。不能变现的技术未必不是好技术，但是我相信好的技术一定可以变现。这个问题，我思考了10年，也反复实践了10年。我是技术出身，很长时间以来，确实沉浸在完美的技术里而沾沾自喜。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磐石人都要记住，技术是为需求服务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对外界市场变化的一线感知，卓越的科研能力应当成为磐石的闪光点，而不是盲区。你好，我找魏明。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我叫顾许。走了，江姐姐，再见。江喜，魏总找你。江喜，干什么？魏总让你过去一趟。喂，江喜。顾许去方舟，一切听顾许的。好。顾总在哪？
顾总，江喜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业务能力非常强。我们产品部别的优点不敢比，论实干，我们肯定是当仁不让的。我们的技术部和你们已经对了很多次了，但是对项目的推进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产品部一出手，立马就把你请到我们这儿来了。林总，客套寒暄的事情我真不擅长。这样，我这次过来呢，就是想要促成合作的。真的吗，顾总？没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想 OP1 的话，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了。那太好了，我上报董事会走个流程，咱们就可以过合同了。没问题。顾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谢谢你，做我的底气。不客气，合作达成了，之后就看江经理的表现了。回头请我吃饭吧。那是必须的。哎，说起来我也好奇，你是怎么搞定磐石，怎么搞定顾许的？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现在正打算去谢谢你的救命恩人呢。哎，先不说了啊。你在这干什么？好巧，顾许。你来看我爸。林老师拜托我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所以我过来跟林老师说一声。老师跟师母年纪都大了，尤其是林老师，刚从医院出来，又得忙里忙外买菜做饭，又得大人情说好话。以后这种事情，你就直接告诉我，别再麻烦他们了。磐石跟方舟的合作，你怎么能想到拉林老师出来说情？真亏你想得出来。磐石和方舟，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2大互联网巨头，他们的合作，怎么可能是我爸一个退休教师促成的？我虽然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疏于业务，但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这2家本来就是要合作，就算我爸不出面，合作也是早晚的事。你怎么就能笃定磐石一定会跟方舟合作呢？我大概研究了一下磐石刚推出的 OP1，它目前是亚太本土最好的技术人才，针对的是头部的 B 端企业。那除了方舟，还有出价能力的静睿，他们刚刚花了大价钱从硅谷请来了算法专家，所以短期内他们不会成为磐石的客户。那 OP1 唯一的买家就只剩下方舟了，之所以还没有谈成合作，无非就是待价而沽这一个理由吧。判断基本正确，看来你的逻辑能力还在。不过啊，要是没有你出面，那江喜的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你跟这江喜到底是什么关系？朋友。你这朋友好大的面子。我替他谢谢你。要谢就谢林老师，我是帮他，不是帮你。来敬薇姐吧，啊，薇姐，你茶代表。中间静一些。魏明太太吧，这魏总没告诉你时间吗？你来晚了，我们都在这儿聊了好一会儿了。不好意思啊，地方不熟，多绕了几圈，确实是来晚了。大家都到齐了吗？今天的计划呢是晚饭之前运动运动，不过不勉强大家，我自己先去换件衣服啊。
什么情况？不就是吃饭吗？哪来的活动环节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怕他们。半个小时后到。这么难的斯洛克，怕是奥沙利文来了也要为难3分的。老公，输给薇姐，咱不丢人啊！下一个谁来？魏太太，要不然试一下？魏太这身衣服怕是不合适吧？要不然就算了吧。魏总，哎，怎么才来啊？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哦，魏太太，魏总让我提醒你，出门别那么粗心，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给。啊，知道了，谢谢啊。魏太，现在有衣服了，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好啊。这准备单杆轻弹呀，长台进攻哪有这么容易啊？准确率多低啊！是我的话呀，肯定搏一搏。高手啊！给我一杯水，谢谢。哎，好的。魏太太，菲姐，给你。你刚才真的好棒啊！您叫我林双就好了。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我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你是江大的？是啊，我是你的学妹，比你小几届。这么巧啊！哦，当年在大学那会儿，谁教了你斯诺克呀？其实吧，我没正经学过，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不过他的斯诺克是林丽教的。怎么了？不会吧，我也是林丽教的啊！这么说起来，咱俩是师出同门啊！小师妹。要不是你提前帮我排雷，还临时赶来救场，我现在应该已经社死了。其实这些人啊，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看的都是公司的职位还有利益关系。有了磐石这张牌，魏明升微批应该就是这1、2个月的事儿了。新来的那个助理黄佳怡，她爸爸是黄董，魏明最近可是对她殷勤得很。他想让黄董来当这个后盾。魏明的能力嘛，是有一些小天赋，但是论起对付女人，他可是天下第一。我看那个黄佳怡被家人保护得很好，一点鉴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他已经着了魏明的道了。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那这份恩情
黄董未必会记挂很久。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那就不一样了。你说魏明要娶王佳怡？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不是不可能。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不管怎么样，找工作的事情呢，还是得抓紧。对了，魏明的工资还有奖金都是公开的，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我估算出了他大致的年收入。另外，他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回扣也没少拿。我知道的全部都在里面。谢谢，这次帮了我大忙了。思义说，在财产分割当中，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降低你分得财产的比例。但是如果我能了解他全部的收入状况，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这也算是变相的多分了一些财产。该是你的，咱们一分都不能让。林双，磐石研究室又开始招聘了，你报名吗？当然。这几个月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这么短的时间，除了 Python 语言的熟练掌握，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短板，还研究了 Tyson RT，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少。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夫。能够进入磐石研究室，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顾总，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这对于我们磐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顾总说的没错，所谓的平衡其实根本不存在。它无非是取舍和牺牲。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我想先明确一点：家庭是一家人，取舍和牺牲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家庭成员，甚至包括孩子，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起了责任，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你刚刚这番话呢，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而且，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员工，也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你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你能够胜任？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我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洗漱、更衣。6点20，我准备早餐，叫家人起床。7点15送孩子去幼儿园。8点菜场买菜。8点40回到家里，收拾餐桌，整理衣服，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12点钟，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12点半午餐结束，我为晚餐做准备。3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直接送到特长班，督促他语数外
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5点钟回到家做饭，6点钟吃晚餐，7点半我给孩子洗漱哄他睡觉，9点钟我再重新收拾一遍房间，为第2天早餐做准备。10点我可以继续学习2个小时，12点我自己洗漱睡觉。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最普普通通的一天。如果遇上老人、孩子生病，家里突然来亲戚，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另外，除了时间管理，几年的主妇生活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家里人的心理疏导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应该是绰绰有余。你在之前的面试和笔试中分数排名是最高的，所以看得出啊，你的 Spark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是非常的扎实的。顾总，您还有问题吗？如果这次的面试你还是没有通过呢？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其实动机非常单纯，就是想赚点工资。选择做程序员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我开始想起来，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过度自我认同而丢失的自己。所以，不管我能不能来磐石工作，我都笃定了会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路上继续前行。恭喜你，加入磐石研究室。雷放着斑驳，慢慢的辉煌，享受着太阳赐予的温暖。他沿着遗憾缓缓的落下，去拥抱脸上释然的笑啊。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我都能去发光，而不是被照亮。该滚。你签完字，我就是你正式的离婚代理律师了。今天开始，我们就共同进退了。来吧，看看你的情况。财务方面，根据你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我已经看过了。男方的工资加上灰色收入，粗略估算一下，资产超过1500万，所以你应当分得的至少是750万。抚养权方面，虽然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但你还在试用期，即便日后你转正了，你的收入跟男方相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而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孩子大部分时间是交给小时工来照看的。如果对方的父母提出他们可以照看孙女，加上男方的高收入，他随时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所以抚养权方面，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苏律师，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离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我应该是非常害怕失去小苹果。小苹果是我女儿，特别可爱。这几个月，我一直非常努力，无非就是为了想把孩子留在身边。所以，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拜托了。这个你放心，我会尽力的。之前你给我提供了一些证据，可是你知道，在法律上，证据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候我们认为的铁证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应该抓紧时间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证据。如果能够证明男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就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有主动权，抚养权上也会逐渐增加考虑的因素，让法官优先选择你。总之，协议离婚比的就是双方手中谁有更多可以让对方让步的筹码。如果到了诉讼离婚这一步，看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证据了。好，我知道。谁呀？我。你坐我车干嘛？你不是开顺风车吗？我刚好下班，顺便给你增加一点营业收入。怎么着，不欢迎你的乘客啊？你别折磨我了，行不行啊？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你再说你干嘛不让你秘书跟你约一辆车呀？司机和秘书我早就让他们下班了，我前面打车要排100多号呢，而且我没有做好要在公司通宵的准备。我11点之后啊，加价3倍，然后路上还要接人，能接受吧？哦，还要拼车呀？嗯，那我只能付你1.5倍的车费。赶紧走吧，师傅，别耽误时间了，行吗？喏，送给果果的。你看，据说这个东西能升值，你可别当垃圾扔了啊！不会，干洗。哎，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下班呀？不会是那个变态 CEO 顾许为难你了吧？我跟你说，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我说啊！说面对这种职场黑恶势力啊，你千万不能怂，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吃软怕硬的人。一看你是软柿子，他们恨不得把你熬成那个柿子汤，你一定得硬气，他们就乖乖认怂了，知道吗？介绍一下，顾许、江喜。啊，我们之前在丰州见过。你俩聊。那个，顾总，上次真是谢谢您啊。如果背后是人画画就是你表达感谢的方式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了。我没有，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冷笑话。顾总，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呀？你们是不是在聊工作呀？是啊。请进吧，随便坐。哇，天哪！喝什么？都行。可以呀，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成年人的乐趣，水行吗？可以。啊，成年人的乐趣，也包括这个啊。小黄鸭调试法没听说过吗？我听过呀，但是真人用我还是第一次见。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你要详细的向他解释每一行代码，这样代码中不完善的地方就会显现出来。你这样，你给他放在这儿，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你是来我们家视察工作的吗？哦，对了，你家衣柜在哪儿？这些，啊。不就是个酒会吗？至于那么隆重吗？扎克伯格不也是 T 恤衫、牛仔裤吗？不是在国外吗？你在国内，什么场合配什么衣服，这是最基本的礼仪。你现在这身，跟方舟酒会的规格完全不搭。这总可以了吧？就是感觉好像还少点什么。
顾总。好，稍等一下。美丽，等到你。好，这样。应该是顾总来了。相信再见。谢谢。这些啊，不知道啊，他为什么来？什么情况？顾总，怎么才来啊？明波，跟主持人说一下，顾总来了，准备开始。好，我们开始吧。顾总、魏总，为了庆祝方舟和磐石的合作，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好啊。合作愉快，顾总。哎，江喜一起来了。顾总看这里，哎，好，上一个，别对。芬姐，今天的新闻我看了啊，你穿着这件礼服简直跟电影明星一模一样。芬姐的这件2手高定礼服没给你丢脸吧？这件衣服相当给力。哎，你来啦！来喝咖啡。哎呀，还有咖啡喝。你们先聊着，我把衣服挂起来啊。芬姐，谢谢了。哎，怎么样？第一次上头版头条，感觉如何？你快别笑了，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魏明今天正式升任 VP 了，以后他在这个圈子可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那恭喜他了。你别不当回事儿，他越往上爬，手里的资源就越多。你到时候想顺顺当当的跟他离婚，就没那么容易了。跟他做了这么多年，我连他有多少钱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呀，肯定是姿态清高。你觉得提钱特别俗气，要不是因为要分家，我估计你连他这辈子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的。他现在是 VP， 加上提成、奖金，还有那些客户给他的回扣，他的年收入是相当的可观。这是我们的婚内财产，是我这些年牺牲自己的事业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协商一致、精细分工带来的共同成果。他赚的钱，每一分都有我的一半。反正呢，我还是那句话，该是你的，1分1毫咱们都不能让。一共985，女士。好。不好意思，您的卡好像用不了。不可能啊！你再试一次。还是不行。麻烦快一点行吗？不好意思，这边赶时间啊。来用这个吧。您的小票。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到我了哈。说。我卡怎么锁了？信用卡额度刷爆了，我就把卡锁了。刷爆了？这张卡的额度有10万块钱，怎么可能刷爆呢？而且你把卡锁了，咱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怎么办？我这也不是没有办法了吗？你最近手头紧，我总得还还吧。你不是工作赚钱了吗？这段时间你先垫上。
不说了，我开会了。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大周末的加班加点工作，发愤图强，原来是为了干私活呀！老板，我发誓，我上班时间我绝对没有偷懒，而且平时我不在公司干私活的。但今天对方要的急，我下不为例。像这样的初级项目，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也能做吧？哎，不对啊，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这种枯燥乏味又缺乏挑战的工作吗？但是这个人是会变的呀，我现在格局打开了，我也很奇怪，我突然对这种初级代码很感兴趣。等一下，一个小程序通常预算5万块钱，层层分包号到程序员手上也就是1万块钱。愿意花费精力从事这种毫无挑战又收益低下的工作，只有一种可能性。林生，你缺钱了。顾总，我缺不缺钱呢？好像不在你这个 CEO 的管辖范围之内吧。另外，看破不说破是成年人的基本礼仪，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一学。顾总，请坐。谢谢。一杯玛格丽塔，谢谢。好的。顾总今天找我来，不会为了是谈工作吧？我是想向你打听关于林双的事情。林双？自从这次我回国重新见到林双之后，总觉得她跟之前哪里不一样了，好像心里边藏了很多的烦恼和秘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问她的话，她一定不会告诉我的。所以你就来找我。顾总，您问的这些事情，都是林双姐的私事。你也知道，既然是她的私事，我也想请问您一下，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问我这些问题呢？您就好吧。谢谢。林双的朋友，一个一直关心他，永远会无条件帮助他的朋友。朋友，原来只是朋友而已啊！你知道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是魏明的下属，认识林双并不奇怪。是的，很长一段时间，林双并不知道我这个下属。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看似是他主动约的我，实则是我精心策划的。我和魏明在一起过。幸会了。哎呦，怎么这么热闹？吴教授您来了！哎呦，吴教授，好久不见，吴总，哎，幸会，来了也不说一声，去门口迎接你们。哎，我们又不是没手没脚的，干嘛要你出去迎接呢？是。穆总可是我们机科学院当之无愧的毕业生代表啊，这在国外创业成功，又成了磐石的 CEO。
我听说顾总在学校的时候啊，就非常优秀，一直是系里的精神。这消息不太准确。哎，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当年在学校一直压我一头的年级第一林双同学。其实啊，当时我最看好的学生不是顾许，是林双，只可惜还没毕业就被那个隔壁班那个吊车尾的男生给拐走了。哎，林双，后来你甩了他没有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刚才那个叫你老公的人是谁啊？走。跟那个公司有合作。张老师，先聊啊。哎，魏总，这是嫂子吧？学院的第一才女，哎，你俩太般配了。我有点急事，回头说。哎，走。志明。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不好意思啊，你们聊，你们聊。你来，正，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方舟的新员工黄佳怡。你好，黄佳怡，新来的秘书是吧？对，我是来找魏明的。公司有点急事儿，佳怡来通知我，我得先走，走吧。再着急也得分场合啊。今天什么日子？还有啊，佳怡，魏明毕竟是你的上司，你这么直呼他的大名不合适吧？没关系，我们部门不讲究这些。知道的事你不讲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有什么呢。一个大男人不要脸无所谓，人家可是小姑娘呢，还是黄董的女儿，对吧？人家不能不要脸。佳怡，你先回公司，我这边结束了就回去。听话。怎么了？别碰我！别逞能了，我送你去医院。魏明儿，你这是要走啊？老师同学都在呢，马上开始了，不合适吧？林双，你跟同学们说一声，我送同事去医院。啊，说声啊，走，慢点。什么情况啊？来，你跟我来。谢谢。现在冷静了吗？没事儿。你知道，在婚姻关系中最荒谬的是什么？就是做错事情的明明是出轨的那一方，但是被出轨的那一方却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被迫接受他人的同情。我不会说什么别人的话不重要之类的话，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所认识的林双，不需要将自己和任何男人绑定，也不需要林双之外的任何身份，因为他已经足够耀眼。如果不喜欢被同情的话，那么就请振作起来，让大家见识见识，身为强者的林双是什么样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你那点职业理想重要，还是果果重要？林双，你太自私了。我追求事业就是自私，你追求事业就不是自私。那能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是你答应我的，结了婚以后照顾这个家，照顾孩子。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可以不结婚，我们可以不要孩子，
你事业心这么重的话，我给你自由好不好？给你时间，我们离婚吧。目前，我当事人魏先生和林女士名下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是200万。基于法规和道义，我们顾念林女士照顾家庭多年，同意将共同财产的50%，也就是100万，作为对林女士离婚的补偿。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孩子的抚养权也理应由我的当事人所有。您可以尽早的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也可以尽快的拿到补偿的费用。不应该吧？据我所知，魏先生8年前入职方舟，事业一帆风顺，3年前更荣升产品部总监，拿着P10的薪水，最近又当了 VP。这么多年下来，200万，有点说不过去吧？魏先生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位全职太太，他是这个家唯一的劳动力，他一个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虽然收入不少，也经不起开销大。如果你们对魏先生的存款有疑义，不嫌麻烦，可以亲自去调查取证。好，那我们再算一算。只有一些文件，这一份是最近1年来魏先生大额频繁取现的银行流水，这一份是你以给老人买房为名转给你母亲张金凤的转账记录。这一份是以你父亲魏国强的名义在4S店的消费记录，以及交通违章记录，跟方舟国际大厦地下停车场的记录。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这辆车实际使用人是你本人。哦，这还有一份，是您在海外购置房产的转账记录以及房屋详情。很明显，魏先生已经构成转移婚内财产的行为，而这些资产加在一起不低于1500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林双，你是什么时候变得心机这么重啊？你不觉得这话特别可笑吗？你算计我就可以，我维护自己利益就成心机重了。你所谓的婚内财产转移的大部分金额在海外，你应该知道，这些证据在中国的法庭上无法直接使用。我们已经将海外的证据在大使馆公证认证，这些已经成理成册的文件，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提交。林女士、C 女士，是否造成婚内资产转移，要看法院的认定。一旦上了法庭，离婚诉讼旷日持久，这对我们双方的当事人都不是件好事。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乐意奉陪。而且据我所知，魏先生还一直属于长期婚内出轨的状态，这应该是造成婚姻破裂的过错方吧。我这有一张照片，魏先生，这是您吧？我们对这张照片的真假存在疑虑。这张照片明显是错位，你们这是在污蔑。
就这张照片到了法庭上，不可能成为证据。能不能成为证据，上了法庭就知道了。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大可以试试。我当事人的诉求很简单，分到全部财产的60%，也就是900万，以及小苹果的抚养权归我李女士所有。啊，就放这儿。回来了。不许！漂亮阿姨，你带我去游乐园玩。姨带你去，我带他过去玩会儿，你们聊。不是你们这什么情况啊？你不是搬家找不到房子吗？我已经给你找好了。走吧，上车吧。辛苦啊，搬上车就可以了。好嘞。这个老洋房是我回国以后买来投资用的，所以一直空置着。这边有个200多平的花园，啊，花里有个秋千，孩子可以玩。那边是个车库，这些家具家电啊都已经配好了。你看你还缺什么？告诉我，我再来买给你。哎，这房子的位置是真不错，将来你上班还有小苹果上学都很方便。比江海给你找那个房子好1万倍。我上楼看一下。小心点啊。因祸得福啊。这是厨房。我去看一下。桂雪啊，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好了，租金肯定不便宜吧？是啊，这不是没中介费吗？再加上你是熟人，知根知底的，那就按照市场价的5折租给你。你要觉得可以，我就让法务出合同。谢谢。行，大事已定。来，我们找一个餐厅，大家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你们俩庆祝吧，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得先走。啊，我走了。顾总慢走啊。来啦！大家可能都知道了，由于 OP1 无法延期交付，方舟又要求解除合同，所以我们和方舟即将终止合作。按照合同要求，我们还需要承担一笔违约金，整个项目严重亏损，属于重大交付事故。这个责任在于 OP1 小组的全体成员。OP1 小组，OP1 出了问题。我们小组难辞其咎，对于给公司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深表歉意。但我是 OP1 的领头人，作为组长，是我没能及时沟通解决问题，才造成了今天这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这次失误的全部后果，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咱们的管理指标我很清楚，按照这次失误情况，我也很清楚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对于给顾总还有团队造成的损失，我应该是一时半会儿很难弥补了。我希望可以请顾总批准我辞职，这也是我身为 OP1 小组组长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你和爱情汇总一下材料，董事会那边需要一个交代，其他的 HR 会跟你沟通。接下来，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打算？放心吧，反正我是不会再回来当家庭主妇了。差点没摔倒。其实，在开发 OP1 的过程当中，我确实发现了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只是迫于项目进度没办法停下来重新构思。算法这个东西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现在
终于可以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新算法的时空平衡问题了。不过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好像没什么资格去谈论新算法的开发。不如实际一点，明天我就把简历发到招聘 app 上去。你真的不能瞎找工作。你知道我平常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见不惯的就是很多人去瞎找工作，然后在自己特别不适合的岗位上虚度光阴、埋没才华。你怎么知道我新找的工作就是虚度光阴？因为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对你了解这么全面、这么透彻的老板了。而且我也很不希望看到磐石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转眼就去了竞争对手公司。真没看出来，你不仅自恋，还很自私啊！这次方舟为了替磐石出局，找了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个山寨算法。这对于你、对于我，还有对于磐石来说，都是奇耻大辱。听你的意思，是打算报仇雪恨了？算不上什么报仇雪恨吧，就是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算法思维。方舟此次的合作对象原本是磐石，为什么临时更换呢？只能说很遗憾，我们本来也很期待和磐石的这次合作。魏总的意思是说，磐石没有完成合约内容，那是不是代表磐石的技术能力出现了问题啊？这个没有真凭实据，我没法。磐石的技术能力不是魏总的一纸合同可以定论的。彭总是吧？啊，是。我是代表磐石递交给您一份律师声明的。我们有证据证明，此次贵公司与方舟合作的技术内容侵犯了磐石的版权专利。这是我们公司的王律师，后续他会跟您进一步的交涉。磐石官网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公开，孰优孰劣，我相信大家自有定论。此次磐石因为客户提供的数据问题，未能如期完成合约内容，我们深表遗憾。而魏总选择了新的合作伙伴，我们也表示理解。在此，祝愿双方合作愉快，谢谢。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这次更换合作对象，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顾先生，真的是你们这边技术出现了问题吗？他还是人吗？亲生女儿拿来当做自己离婚的筹码，他把孩子当什么呀？一辆车子还是房子呀？离婚分家产，抢的越多越划算是吧？虎毒还不食子呢。他真的是狠毒，他毒得毫无底线。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法律维权吗？如果林双已经离婚了，因探视问题发生纠纷是可以提起诉讼的。但是目前，两个人的问题上属于婚内矛盾，理论上应该自行沟通解决。但鉴于对方已经采取了非常手段，我建议立刻走诉讼离婚流程。对，我们去法庭。我就不相信了，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要多久？从提起诉讼到要出结果，要多长时间？根据案件的复杂情况，乐观的话，起码要1年。1年多不行，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只要果果，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你清醒，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现在给他打电话的话，正中他的下怀。你以为他会把抚养权让给你吗？不会，他只会抓住你的软肋，逼你一再的退让。林双，从你决定离婚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过你，这一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坚持不住了。你快到极限的时候，其实对方和你是一样的。诉讼离婚流程虽然很漫长，当婚姻的全部问题能够全部呈现出来，双方也有更多的谈判机会。别着急，我们肯定还是会有办法的。
画作上的人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也有着不约而同的疏离。他们乔装打扮之后，坦然相见，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魏太，魏总还讲你带孩子去培训班了呢。Joyce， 你往旁边坐坐，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太。Joyce， 没关系，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他喜欢就让他坐吧。老婆，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宋老师，这位是我太太林双，她对艺术品的欣赏不是很了解，说出的话不太合适，还请您多多包涵。没关系，他说的挺好的。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呀，那些手拿气球的人，他在气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脸？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待在一起，包括果果的抚养权，你想都别想。我们离婚吧。老婆，今天在座的这都是头面人物啊，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我们的行为得体面一点。头面人物，下作起来可不体面。我凭什么体面？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老婆，果果要上培训班了。宋老师、薇姐，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不好意思。谁？果果要上学嘛？我。果果，魏明，他根本就不让我见孩子，还逼我签什么离婚协议书，他早就出轨了。你冷静一点啊！他出轨的对象就是黄佳怡。说什么呢？我跟佳怡我们上下级关系，这在座各位都知道啊！你不要在这编故事撒谎了，走回吧！我撒不撒谎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最近一直在一起，你还逼着我离婚，把孩子还我，让孩子还给我！疯了！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魏明，你别太过分了啊！什么情况？哎，没事了。好，谢谢。不好意思啊，薇姐。我贴了。其实今天去画展之前啊，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结果今天一到现场，我抨击他的话想都不用想，全都冒出来了。我现在算是理解那些当街手撕渣男小三儿的人了。虽然说不文雅吧，但是太解气了，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太爽了。你呀，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不是说好了吗？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把自己伤成这样。哎，怎么大门没关呀？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手怎么了？魏明干的。还能是谁呀？哎，顾许，你干嘛去？揍他。哎，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林双一战成名，把自己打成了网红。手撕魏明和黄佳怡的事情，现在已经上了热搜。现在魏明已经当场社死现场了。他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煎熬。
P3算法，这个算法执行率确实挺高的，而且也能够最大程度上节省资源。但是，你不会想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就给他做了吧？一个人肯定是不行，但是目前没什么长远的规划，走一步算一步吧。走一步算一步，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我是什么风格？想好了方向，就全力以赴直奔目标，规划性和信念感都极强。作为支持，我可以给你的P3投点钱。为什么？就因为这个草稿纸你就投资？你是什么霸道总裁上身了，还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我是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有了足够的信心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判断。而且作为投资人，我是要讲究回报的，又不是做慈善事业。那你既然了解我，我也想让你给我一点空间。说实话，这些年的生活，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磨得七七八八了。磐石跟 OP1多多少少都有你的友情援助。当然了，我特别感激你。不过现在，我需要一个机会，可以证明我自己。如果你作为我的土豪朋友，只是盲目的砸钱支持的话，那我对自己的能力肯定也会抱有怀疑。你要是真想支持的话，就多来点这种土豪外卖吧。那我就先从投喂你开始吧。我要小苹果的抚养权。财产方面，我同意你的要求，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咱们就上法庭，我奉陪到底。行，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就提交材料，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咱们民政局见。请稍等一下，跟我来一下。150万，你太便宜他了。他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他的未来会有无数个机关算尽的反噬，但我的未来还得步履轻盈地向前走。